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二表示，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发言人还点名，此次演练是对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的一次回应。那么这次实兵演练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为什么说解放军已具备对台湾本岛全域封控能力？来看报道。东部战区周二发布，在东南某海域，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展开抢滩登陆演练。时事评论员施洋告诉深圳卫视记者，73集团军此次的演练的抢滩登陆演习，使用冲锋舟进行登陆，比较容易快速展开渗透，从侧面方向上展开进攻。这次呢，我觉得除了这个演习，不要仅限于这个2栖登陆，应该来说，它目前这次演习，它因为涉及的范围挺大的，它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演习内容，比如说，73集团军的某2栖合成旅，它就首次运用这个10000吨级的民用滚装船进行这个装载，然后这个展开这个2栖登陆，应该来说，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也反映了说我军在未来的作战中。可能的这种军民融合的一个方向。观察认为，此次解放军在台周边多军种实兵演练的公开信息，明确了演习背景、演练任务和目标对象，与以往演习的官宣有较大不同。一是公开了更多细节，突出针对性；二是表达了决心意志，突出战略性；三是体现了能力水平，突出威慑性。第一个，这次的规模相对也比较大。第二呢，从报道中涉及的这个军兵种应该比较多，因为这里面既有来自于空军航空兵的这个战斗机、轰炸机，然后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也有来自海军航空兵的这个反潜预警巡逻机，然后同时还有来自海军的这个水面舰艇。施洋提到，近几年来，解放军在联合作战领域有较大提升，特别是海空军之间的信息联通、数据分享都大大加快。一旦海军飞机发现敌人目标，不仅可以第一时间召唤自己的水面舰艇展开攻击，也可以召唤空中航空兵力量展开打击行动。梳理公开报道，东部战区在2020年2月、8月、9月都在台岛及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多军种联合演习，可以称之为常态化。演习是常态化的，演练战法却是千变万化。针对此次演习，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解放军在台湾的东北和西部进行兵力部署相对容易，而此次演习将兵力部署在东南和西南2处，这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对台湾本岛全域封控并进行围歼的能力。且从新闻稿中可以看出，此次演习持续时间短，这表明此次演习科目很可能是定点清除目标，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达到目标。东南海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搜索和打击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主要是这个轰6K 和这个反潜机，它通过一方面是对远空域进行这个搜索，并且呢对可能的目标展开攻击；另一方面，它也是绕到这个台湾防空力量相对薄弱的这个东部地区展开一个攻击。而在西部方向呢，就是西南空域的这个活动，就是比较传统的以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为指挥的这样一个复合机群。然后呢，在这个空军战斗机的这个展开下，既可以进行这个空中的这种精确制造弹药的打击，另外呢，也可以是作为一个战场的一个掩护集团，防止敌方的这个战斗机对我方的机群发动进攻。台湾岛内舆论对此次演习关注度极高，有台媒分析称，这次解放军演练与过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仅局限于大陆沿海，而是直接穿过巴士海峡，外推到台湾东南海域。报道称，东部战区的作战方向就是针对台湾。有防务学者推测，解放军此次在台岛东南方演习的目的，就是阻断美军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的交通线。其实，从技术上说，对台湾岛进行封控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因为我们无论是在兵力规模还是在这个装备性能上，都要远远的领先于台湾地区的军队。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这样的行动更多的它其实是针对，就是说境外干涉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各种这个海空行动中主要演练的作战对象。